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为什么现在在中国挣钱越来越难了？中共刚刚开完20届三中全会，围绕这个推迟了半年的会议，中文网络的关注点一直是习近平的身体。但我认为，三中全会真正揭示的不是习近平的身体状况，而是习近平的思想现状，是对习近平目前思维状态的一个大揭秘。掌握这个视角，就让我们能够对中国未来至少5年的发展大方向一目了然。最后，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还想和大家聊聊法国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可能隐含的对人类未来的惊人暗示。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前，我想提醒一下，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在此前高速发展期，中国人形成了一整套人生和投资的理念。现在谁对那些理念还不能进行及时调整，谁将大概率吃大亏。我在认真思考后，特意用了7月6日和13日2期节目，针对这个关键问题，用讲故事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正常社会财富积累的思维视角。其中核心的概念是在7月13日的节目中阐述出来的。那天我做完节目后，突然发生了川普被枪击的突发事件，结果观看7月13日节目的人非常少。在此我推荐大家有机会去看看那期节目，那期节目的每个故事都是我精心挑选认真呈现的，目的就一个，希望能让大家从中有所受益。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在辗转反侧中，李浩又是一夜没睡着。现年34岁的李浩是东北人，在大学学的计算机，毕业后在成都的一个互联网公司找到工作。虽然工作一直很忙，但是工资还不错。娶了一个成都的太太，两人有一个6岁的可爱女儿。2019年，两口子还在成都贷款买了一套200万的新房子，并完成了装修。总之，李浩的生活原本是中国年轻中产的幸福典范，但是这个幸福生活有多么脆弱，是李浩这代人基本意识不到的。3个月前，李浩所在公司进行了近期的第2轮裁员，这次李浩的名字也在被裁的名单中。没有了李浩的收入，他们家的日常生活就开始亮红灯了。此前每月都稍有结余，现在是再节省开支，每月也要从存款里提钱来交房贷。3个月过去了，李浩投出的上百份简历都是石沉大海。他得到的反馈是，目前中国职场上20多岁研究生学历的人都一大把，他的本科学历本身就没有优势，而他近35岁的年龄，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已经基本上算是老年人了。更让人揪心的是，最近李浩太太的单位也放出风声，说可能要降薪。如果真那样，他们每月从存款提钱还房贷的比例就更大了。这种坐吃山空但是又看不到出路的感觉，让李浩开始焦虑失眠。在最近公布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其中的第46条提出，按照所谓的自愿弹性的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中国目前的官方退休年龄依然是依据1950年代颁布的一系列法规定的，男的退休年龄是60岁，女的白领退休年龄是55岁，非白领的女性退休年龄是50岁。按照中共官方统计，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021年已经达到了78岁，和西方发达国家人的寿命已经基本差不多了。而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美国、意大利、德国等更高达67岁。因此按理来说，这个延迟退休的决定应该不算太过分。另外，中共社科院2019年就发过一个警告，说2035年中国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就要见底了。根据201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状况，目前的现实应该比这个预期严酷很多。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总体上看，能不能再撑6年，支撑到2030年都是个问题。但是偏偏就是这个表面看不算太过分的问题，却在中国互联网上炸开了锅。在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上，退休年龄这个话题在中共实施了网络压制的情况下，依然在2天就已经吸引了1亿次阅读。在微博上，
推进延迟退休年龄改革从7月21日以来多日保持在热门话题排行榜上。参与讨论的大多数是如李浩这样的年轻或中年人。真正触发大家敏感神经的不是所谓的推迟退休年龄问题，而是中国年轻人未来怎么活的问题。微博上一条最受欢迎的评论是：请注意，延迟退休年龄只意味着你更晚才能领取养老金，它并不能保证你在那之前还有工作。也就是中共的延迟退休年龄其实是一个偷换概念的说法。像李浩这样的中国人最担心的不是延迟工作到65岁，李浩不怕工作，而是怕从35岁到65岁之间，如果一直找不到一个正常收入的工作，这漫长的30年该如何过？那么为什么现在中国挣钱越来越难，工作越来越难找了呢？大家都知道一个原因是中国内需崩盘了，但是中国的出口从数字上看一直非常红火。根据中共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6月，中国贸易顺差高达400亿美元，创下今年的新高。而6月这一个月的中国贸易顺差就达到了近100亿美元，这是过去23年有这个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为什么中国的出口数字这么火，中国生产出口产品的工作却为什么越来越难找了呢？核心原因一句话总结就是习近平主导的产业升级太成功了。如果我们把中国出口数据拆分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外贸数据的暴涨主要来源于那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例如汽车、船舶等。而过去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鞋帽、玩具等，那里的数据是暴跌的。在汽车领域，无论是传统的燃油车还是现代的新能源车，中国现在都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国，而且正以闪电般的速度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之一。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491万辆，比历史最高纪录的2022年增长了 58%， 而今年1到5月份已经累计出口了245万辆，同比又增长了 26%。出口一辆汽车创造的出口额就是数万人民币，而每年新增的出口汽车数量都是上百万辆计的。另外还有船舶，这些年中国的造船能力也是快速提升，特别是在世界急缺的天然气运输船方面，中国船厂的订单都排到3年后了，而一艘这样的船价格至少是2亿美元。正是这些新的出口领域导致中国整体出口数据非常好看，但是这样亮丽的数据也正好掩盖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出口方面的崩塌。这些劳动密集型的面向出口的企业一般利润很低，但是虽然企业赚的钱不多，部分企业甚至是靠吃出口退税来维持的，但是这些企业过去却给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特别是给所谓的低端人口创造了很多劳动岗位。中国如果一年多出口3艘天然气运输船，出口就会增加6到7亿美元，但是造船厂也许只会增加1000个造船工人的岗位。但是要是增加生产7亿美元的衣服和鞋，那可能就会增加数万个工厂的岗位。中国外贸数据不断增长，贸易顺差屡创新高，但是外贸的就业岗位却在萎缩，就是这个原因。有人会说产业升级难道不对吗？发达国家的经济最后不都走上了产业升级的道路吗？这话没错，但是正常国家产业升级伴随的是全民收入的普遍增加，伴随的是内需的全面升级。内需的增长会给在产业升级后失去工作的人提供新的工作机会，包括向服务业转型等。但是在中国，内需的增长却没有和产业升级同时出现。我一提中国内需不足，就有人和我抬杠，说你不在中国，你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五一长假，中国各地旅游点都挤爆了。但是你去看看中国人旅游消费的数据，人均花费是500块人民币，是下降的，那是人挤人图个热闹的穷游。现在经济是一个高度耦合的复杂体系，一个起初看的很小的差别，引发的结局却可能是天地之别。一个可能形成不断提供正反馈的自动激励的机制，
一个却可能形成不断提供负反馈的螺旋坠落的机制。中国经济目前就进入了这样一个螺旋坠落的状态，以中国人口进入萎缩轨道为底蕴，以中国房地产低迷为背景，以中共严酷的防疫政策为导火索，由中国就业岗位不断萎缩开始，引发民众收入减少，然后引发中国房地产进一步崩盘。中国拼多多的高歌猛进演绎的其实是消费降级，而被微信紧密联系的中国，消费降级是有传染性的。大量人群的消费降级引发的是经济更加低迷，然后是失业率进一步攀升，然后从失业率增加开始引发经济的下一轮螺旋坠落。不打破这个螺旋坠落的状态，中国经济的未来对很多人都是非常可怕的，其中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李浩。要打破这个螺旋坠落的机制，关键是提升中国内需的问题。宏观看，中国内需跟不上，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极端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穷人有消费需求，但是却没有钱消费；富人有钱，但是一个人就一个身体一张嘴，造成消费带宽有限。同时，因为中国社会目前已经快速进入阶级固化的状态，因此要缓解中国贫富分化不断恶化的趋势非常难。当然，在解决社会贫富分化的情况下，用极端手段打破这个经济螺旋下行机制也是有的。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和在2020年的疫情中已经演绎过了2次了。简单说，就是用政府给穷人发钱的方式来刺激消费，用这样的电击疗法打破经济螺旋坠落的这个机制。很多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学家从2023年初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领导层传递这个思路。那么，这么摆在面前的作业，中共为什么就拒绝操呢？这就进入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中共高层，特别是习近平，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思维状态中？中共这次三中全会推迟了大半年才开。我看到中共三中全会开后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决定之后，还真被它的数量和无聊程度给镇住了。这个决定竟然涵盖了15个主题，分了60个部分，提出了300多项改革建议，声称要为中国未来数年的政策制定提供指导思路。这么面面俱到的庞杂决定，充满了中共党文化的术语和套话，读起来比嚼蜡还难过。所以我感觉有勇气花时间认真剖析这个决定的中文网络大 V 非常少。据中共相关文件显示，习近平对这个决定是认真批阅了的。我虽然没有勇气去大口嚼蜡，去研究这个决定中的那300多项改革建议，但是我知道这300多项改革建议是在习近平的指示下制定出来的，是习近平亲自审阅和批准的。所以如果把这个决定看作是满树的纷繁枝叶的话，这根树的根是在习近平那里。因此要真正理解这个决定，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去理解习近平目前的思维状态。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中国政治研究员 Neil Thomas 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牛奔。我们下面把这个研究所简称为亚协所。这个亚协所成立于2014年，设在纽约，研究亚洲及全球性问题。7月25日，牛奔在亚协所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习近平为何在三中全会上坚持己见》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研究的着力点是习近平，希望理解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前后展现出的思维状态和理念。他要回答的问题也是面对众多经济学家关于市场改革、刺激消费和需求增长的一建议，习近平为什么置若罔闻？这和我们前面提的问题是一致的。人家牛奔毕竟是专业研究人员，和我们这样的自媒体评论员还是不一样的。他不但研究了中共三中全会的决定，还研究了中共围绕决定的一系列其他内部文件，包括习近平对决定的解释说明、决定的产生过程和决定的一些旁注。通过对这些内部文件的研究，他用3个角度总结了习近平目前的思维状态，以此来回答为什么习近平明知中国目前经济困难，
但是就是拒绝抄西方刺激经济的作业。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习近平从根本上觉得自己的路子没错。习近平对决定有一个说明，在这个说明中，他特意强调了他的5个注重。第一个注重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他一直鼓励的高质量发展。他的另一个注重是全面创新问题，这就解读了他对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定义。因此，这2个注重都是针对供给一侧的关注。他的再一个注重是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在习近平的5个注重里面，没有一个是强调消费侧的问题的，却反复强调进一步推动供给侧，推动国家安全。这和他过去这些年的说法是一致的。产能过剩而内需不足，这是全世界经济专家给中国经济问题诊断的核心病症。但是习近平却以对决定的说明的方式，把他的注重点讲出来。这和所有经济学家的观点都不同。这就是习近平在明确告诉世界，我不认为你们对中国经济的解决策略是对的，我的解决方案才是对的。如果习近平认为他的政策没有错，那么他如何解释当前中国经济众多的问题呢？这就到了牛奔总结的第2个原因，那就是习近平觉得主要问题不是政策错了，而是下面执行的不够好。在全会决定的旁注里边说到了，现在习近平把控着改革的顶层设计，现在的重点是要抓整体推进和监督实施。说白了就是习近平觉得自己的想法没问题，关键是底下的人没好好干。11年前，也就是2013年，习近平也主持了那一年的3中全会，那个决定设定的时间目标是7年实现，但是这次决定习近平却特意定的目标是5年实现。这一点也暗示习近平感觉有必要以此把中共各级官员的发条再上紧一些。决定习近平目前的行为的第3个原因，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是习近平越来越自信，自我封闭，不爱听不同意见。同时，中共党内给习近平提意见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少。针对2013年3中全会的决定草案，中共当时收到了2564条反馈意见，最后采纳了539条，接受率是21%。而今年的决定呢，只收到了1911条意见，而最终只采纳了221条，接受率才12%，只有2013年采纳意见数量的40%。另外，2013年习近平还亲自主持过好几次起草小组的全体会议。今年呢，没有习近平亲自参加起草小组会议的任何记录，只有习近平阅读草案提出指示的记录，或者是阅读起草小组对一些人的访谈笔记。这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现在跟下面的官员是越来越疏远了，同时对和官员讨论他的政策也不那么感兴趣了。和2013年比，今年决定起草组的领导结构也有所不同。虽然这2次起草组的领导都是习近平，副手都包括党的第一书记，现在是蔡奇，包括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现在是丁薛祥。但今年的起草组增加了一个副手，他就是目前政协主席王沪宁。习近平把王沪宁加入起草组，当然不是为了强调政协的重要性。王沪宁是中共3朝思想理论的缔造者。习近平的这个操作，一方面显示了他对王沪宁的器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习近平对决定中的思想路线方面的重视。他需要王沪宁来把关。牛奔对习近平思想状态的总结和近期彭博社的一篇文章的观点不谋而合。7月22日，彭博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习近平巩固了他首席经济学家的角色，辩论空间缩小》。文章说，习近平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自己一套想法，坚持要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在习近平的眼中，只有像电动汽车、太阳能板等这样的创新产业，才能推动中国17万亿美元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他这套着重供给的思路和很多经济学家，包括美国财长耶伦希望中国关注消费的观点大相径庭。
但在习近平的眼中，美国人的消费其实就是浪费。同时，习近平和他的亲信也越来越和外部世界隔离。前中共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位的时候，每隔几个月就会和西方的经济学家坐在一起，边喝红酒边用流利的英语聊天。这种交流不仅让西方经济学家有机会了解中共高层的想法，也给中共高层提供了听取不同声音的机会。现在习近平用他的嫡系取代了之前受过专业教育的经济学者，比如用何立峰取代刘鹤来担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但到目前为止，似乎所有的经济政策的思路都来自习近平，连中共体制内的人对何立峰的经济思想都不太清楚。因此，习近平当仁不让的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那么，习近平的这个思想状态对未来的中共官员和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3个词儿：连续性、优先事项和压力。连续性就是习近平觉得自己的路子没错，中国得继续按照现在的路子走下去。优先事项呢，就是高水平发展技术创新和国家安全。提升中国的内需不是习近平优先关注的问题。至于压力，那就是从今以后，从中共核心往下，对中共各层官员的要求会更严，盯得会更紧，他们面临的压力会更大，中共官员之间内卷的也会更残酷。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是不是有可能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其实中国经济已经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计划经济了。7月20日在香港举行的中国与全球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陈志武建议干脆把中国的 A 股关了吧，因为他认为中国经济实质上已经是计划经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维持 A 股这个四不像的资本市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一个正常的经济是由市场来决定需求和生产的，当然也会在一些领域和时期出现供求不平衡的现象，但是市场机制会迅速发挥作用，让供需重新回到相对平衡的状态。目前习近平大力推动以先进的制造业为重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在这个政策思路下，中国的产能和中国的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已经超越人类的一切认知逻辑，达到了一种荒谬的程度。世界最大的太阳能板企业基本都是中国的，其中最大的制造商通威股份今年上半年亏损30亿到33亿，隆基集团亏损48亿到55亿人民币。亏损的原因都是太阳能板严重产能过剩，导致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结果虽然销售的数量增加，但收入却在减少。前几天，中国太阳能行业协会会长王博华在温州的一个会议上发出紧急呼吁，说如果中国太阳能行业再这样卷下去，不赶快整合的话，整个行业都要完蛋。产能过剩造成的恶性竞争，使一些企业亏损到连贷款都还不上了。更可怜的是，在产能过剩到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目前已经建成的多晶硅和组件厂，他们的生产能力才刚刚启用了50%。计划经济的核心表现是以国家的意志造成供需关系严重不匹配。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计划经济似乎总意味着物资匮乏。其实在当年的计划经济中，也出现过生产的自行车太多而在仓库卖不出去的问题。当年中国经济处于封闭状态，因此中共当年的经济政策糟蹋的只是中国人的生活。现在中国贸易已经全球化了，目前习近平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已经演变成一个世界经济问题。中国的太阳能产能过剩已经击垮了欧美在这个领域的产能。中国的汽车产能过剩对德国、日本的汽车产业冲击巨大。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把拉丁美洲众多的钢厂推到了破产的边缘。因此，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眼看着在向全世界地缘政治问题演变。但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习近平坚定地认为，他的顶层设计是完美的。最后我们还有几分钟，我聊聊法国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是不是隐含着对人类未来惊人的暗示。对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世界从媒体到民众的反馈褒贬极端对立。这种对立正是我们当今所处世界不断分化对立的再次表现。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很多基督徒感到开幕式中的一些场景
是对基督教的有意羞辱，其中包括用各种形象的人表演的耶稣受难前和他的门徒进行的最后的晚餐。画面中还出现一个金牛像，暗示圣经中提到的人类不崇敬神而膜拜金牛像的故事等。我本人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对任何羞辱他人信仰的行为都极其厌恶和反感。由于受到太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强烈谴责，奥运会组织者已经被迫于美东时间7月27日下午把奥运会开幕式的视频从 YouTube 上删除掉了。我此前反复说过，我深信人类现在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刻，处于巨变的前夕。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画面是，一个穿着白袍不露脸的人骑在一匹做出奔跑样子的骨架马上。因为马是固定在一艘行驶的船上，所以整个画面给人一种如幽灵漂浮过来的诡异感觉。看到这个画面的很多人都第一时间想到了圣经启示录中的一段话，大意是，我看到一匹苍白的马，死神骑在他身上，地狱跟随着他，赐予他权力，可以控制大地的1/4，用刀剑、饥饿、死亡和野兽来杀人。很多人认为圣经启示录是对人类最后时刻的预言，虽然很多人认为这是开幕式设计者对基督教内容的另一个有意的调侃，但是在奥运会开幕式这样的人类盛大场合中出现的任何画面或情节都不会是偶然的。当人以为自己是在调侃命运时，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他们这种调侃行为本身可能就是命运的一种安排。我记得我在纽约看神韵演出时，有一个红眼石狮的歌舞剧，说很久以前有一个村庄的人们道德败坏，天决定要毁灭这个村庄。然而村里有一个老妇人心地善良，地藏菩萨化身乞丐，告诉老妇人一个秘密，说当村口的石狮眼睛变红时，村庄将会遭遇大洪水。他把这个消息迅速告诉村里人，没人相信。有人甚至为了戏弄这个老妇人，在一天晚上故意把石狮的眼睛给染红了。第二天，老妇人发现石狮的眼睛真的变红了，她立刻通知村里人，并迅速逃离村庄。很多村民看见后在后面大笑她，但是不久，大洪水果然涌来，把村里那些不相信老妇人的话的人全部淹没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